中国地底发现一种巨量宝藏，可供中国使用4000年。这种宝藏究竟是什么？为何说它的开发能够改变世界能源格局？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，而经济的发展就离不开资源的支持，因此资源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，有些不可再生资源甚至都到了濒临枯竭的地步，因此也是加强了各国对于资源的保护和利用，而且资源最大限度的利用也成了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。因为可以说，谁掌握了足够多的资源，谁在国际上就有足够多的发言权，所以各国也是极力的在本国进行开发新资源，以此来满足本国发展的需要。而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，也是在世界上的资源大国，有许多的资源都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。比如中国的稀土资源一直都是处于世界储备的前列，而且也是能卡美国脖子的资源，因此这对于中国有着重要的战略发展作用。而中国除了稀土资源后，在另一项资源上也是在世界上占据着领先的地位，而且是极其的丰富，甚至有专家说这种资源可以够中国用4000年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，中国的这种资源的储量之丰富，真可谓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那么这是哪种资源呢？有这么丰富的储量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国的这种资源，它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怎样重大的作用。据悉，中国的这种资源就是干热岩。那么什么是干热岩呢？干热岩全称为高温干热岩，而干热岩的形成和地球的结构息息相关，因为地球的最内部，也就是地核中存在着大量的流动的高温熔浆，随着熔浆温度的不断上升，从而使得热量也会不断的向外扩散，进而进入地幔，达到接近地壳的位置，因此产生出干热岩这种资源。而干热岩也属于新兴的地热资源，因为其长深埋于几千米的地层之下，存量巨大，而它的本质就是一种地热资源。但是由于其深埋在数千米的地底下，因此它的开发难度比较大，就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探测和有专门设备的支持，才能够将这种资源开发出来。而干热岩这种资源有何作用呢？一方面，随着人类对干热岩大量的开采后发现，干热岩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资源，而且对环境没有污染，也能够成为国家低碳发展重大能源，能够对环境的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。因为经过适当的引导开发，能够让干热岩释放大量的热能，从而可以利用其提供日常生活中的供暖或制冷，这就会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，这也极大地方便了人类的生活。而在另一方面，干热岩也能够应用于地热发电，而且相较于其他的清洁能源有着重大的优势。首先，采用干热岩发电能够将发电效率提升到70%以上，而这是太阳能的5倍，风能的4倍。而且干热岩发电的成本远低于核电、火电，仅为太阳能的1/10左右。其次，干热岩发电的稳定性高，不管是太阳能还是风能，都会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。但干热岩是埋藏于地下的资源，不会因为季节、气候、温差等因素而受到影响。因此，干热岩在发电上占据着绝对的领先优势。而且，利用干热岩发电的原理也很简单，不需要把干热岩从地下挖出来，只要把它的热能抽到地面就行。然而，这就只需要在地表往干热岩钻一个孔，然后往里面灌水，待水加热到高温高压的状态时将其抽出，然后让水沸腾成蒸汽，利用蒸汽轮机进行发电，这样就大大的节省了发电成本和大大提高了发电的效率。所以干热岩在发电上也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干热岩发电的技术的要求并不高，因为只需要在岩层中插入2根导热金属棒，将地下的热量导上来，就可以用来给水加热，或者用1根管道直接通入地下岩层，实现加热水的目的。当水沸腾后会产生大量的高温蒸汽，而这些蒸汽就可以推动汽轮机转动，从而实现发电的目的。所以说，只要城市附近有干热岩资源，那么就可以采用干热岩发电，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城市用电问题。所以说，正是由于干热岩资源有这么巨大的作用，所以各国也希望可以在本国能够开发出这种资源。
从而可以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发电领域都产生重大的影响。因此，干热盐资源将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也成为各国极力发展的战略资源。而在干热盐这项资源的储备上，最丰富的还是要数中国了。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的地质调查局、国家能源局等部门联合编写的《中国2018地热能发展报告》显示，初步估算，中国陆域的干热盐资源量为856万亿吨标准煤，这可以说是相当多了。怪不得专家说，中国的干热盐储量可以够中国使用4000年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中国干热盐资源的极其丰富，也是使得许多的西方国家都羡慕中国能有如此多的干热盐资源。但是中国却没有仗着自己的干热盐资源的丰富，就对干热盐进行过度的开发，而是循序渐进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。因为干热盐这种资源被认为是可以取代煤炭的资源，因为煤炭的大量使用会产生巨大的环境污染，而干热盐却是一种清洁能源，而不会对环境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。因此，若是干热盐资源可以取代煤炭的话，那么中国将可以改变世界能源使用的格局。因为中国在干热盐资源上占据着绝对的领先地位，所以中国将在能源发展上占据重要的主导地位。因此，这对于改变世界能源格局具有重大的作用，这在未来也是可以期待的。然而，中国目前在干热盐的开发上也是十分的缓慢，更多的是进行研究与保护。据悉，中国第一个干热盐勘探井是从2015年才开始的，而且主要的目的还是用于勘探，而不是用于研究和使用。因为虽然干热盐开采的整个过程看起来是十分简单且环保的，但是一旦开发不当，就会对地表造成巨大的破坏，从而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。因此，在干热盐资源的开发上还是需要十分的谨慎。而且由于干热盐的一些特性，这也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兴趣，并对干热盐进行研究。虽然目前在干热盐的开发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的技术瓶颈问题，但是随着中国科学家的不断探索，相信会取得巨大的突破，从而更加加强对干热盐资源的开发利用，并且能够对干热盐资源的分布和缝隙有非常清晰的了解，这样才能以最低的成本来开采能源，从而更好地提高能源的利用价值。所以，中国在干热盐资源上的巨大资源优势，这也将极大地助力中国的改变能源使用资源格局，也能够促进国际能源格局的改变。这对于提升中国在世界资源上的话语权有重要的作用。